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分享4位老师的人生智慧了，来了解一下这对，请看。我不顾一切和他结了婚，可我现在真的很后悔。是他不够了解我，可他却总是说我变了。我觉得他太奇怪了，我现在不想再和他费精力。他现在总是用他心里想的样子来要求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李先生49岁，来自辽宁，私营业主，有请。孙女士52岁，来自山东，私营业主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是想解决问题呢，还是说咱就此分道扬镳？想解决问题啊。闪婚对吧？是。谈了多久结的婚？谈了17天。曾经都有过情感的经历，对吧？那7天就决定要在一起了呢？我们两个刚认识的时候是一见钟情，然后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，真是他非常的吸引我，他很有激情，古今中外没有他不知道的，口才特别特别棒，就好像遇到天使一样的让我感觉。我想我都50多岁了，能遇到啊，这是人生幸事啊。然后再就是在这之前，我有一段恋爱6年，谈了6年都黄了，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。那我那时候45就跟了那个男朋友，所以跟他我就想不需要那么久了，遇到真爱了就直接我们就17天就订婚了。你有孩子吗？我有一个女儿。所以曾经离异，然后在45岁的时候爱过一个男人，发现不合适，对吧？对。这次算碰到了真命天子。是的。啊，很浪漫，听起来。是您的勇气来自于哪儿？这17天您就娶了这位女士，哪里吸引您了？她给我的印象比较端庄，挺睿智的，处理事情应该说比较成熟冷静，这是我不具备的。我觉得应该对自己的后半生慎重的选择一次。可是才17天呀，彼此都不了解呀。但是我们也有人生的阅历，对一个人也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啊。所以现在结婚多久了？1年。结婚1年，跟那17天相处相比，肯定是翻天覆地吧？是的，我真是见识了什么叫落差啊。首先我很爱读书，我们俩在婚前就是对一些诗歌呀散文呐，我觉得他太有才华了。结婚以后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就他不大参与我的读书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说实话物质上面不愁吃喝，但是精神方面是非常需要的。我都52岁了，那么是应该有个老来伴嘛。灵魂上我怎么感觉他又让我孤独了啊？除了陪伴的时间少还有什么？再就是时间观念，结婚之前他一等我就是3个小时，我们约好9点，他6点就到了，蚊子咬啊什么他都不怕，一直在等待你，让我非常非常感动。结婚之后他也是这样，非常的精准，但是我没想到他对别人也是等待3个小时，所以我就很受不了。他刚才说的是事实，提前3小时呢，主要是考虑到开车路上的拥堵，所以呢，我喜欢开车的过程当中呢，尽量避开这个早高峰，有这种情况出现。这的确是事实啊，这是一个生活习惯。哎，是的。陪读呢？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时间比较充裕，2个人确实很聊得来。后来因为工作上也有一些事情要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，的确没有刚开始做得那么好，我也承认这确实是有亏欠的地方。行，态度不是挺好吗？还有啥呀？我还有一点受不了，就是我们后来就没有法一起出行了，他只要稍微感觉时间有点紧，他就非常的不安，很焦虑。我说那我们俩个人走个人的吧，他自己开车就走了，我就需要我自己搭车去。我说我找的是个伴儿，这怎么成了2个人分着走？我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可能来自我的第1段婚姻。当时离婚，我丈夫把我和我女儿就撂在马路上不管了，所以我是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我当时是抑郁了，抑郁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你要是给我打电话，对方要先挂下电话，我就哭，我就会觉得又被抛弃了。微信也是，谁要先下了，我也会哭，所以就成了他们就说，所以这个感受就让你变得不好嘛。对吧？对。行，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婚后他变了的呢？结婚以后，
我觉得他的脾气怪异。怎么理解？他怕油，怕吵。比如说有一次感冒了嘛，他发烧，然后我炒的鸡蛋，然后弄的红糖水给他端过去，我说你别起来了，我就喂你嘛，你享受一下在床上躺着，妻子对你的照顾。喂他的过程当中，可能我有一个指头上沾油了，他一看见我那个手指头的时候，他的眼光就马上就很恐惧，坐起来，然后叭就把我推出去了，然后把门就插上了，让我一点都没有防备。哎，我就非常的受伤，我说我怎么了？我又做错哪点？我从这个小的时候呢，有过一次不好的经历，我也是感冒，妈妈就用这个汤药强行的让我喝下去，我觉得是一种被压迫的感觉。当时呢，那个场景，我就把小的时候这种痛苦的回忆呈现了出来。第二个呢，关于油这个事儿呢，也是大概在20年前，我自己的爸爸因为一桶油他摔倒了，这一桶油就把他的手腕给骨折了，所以大概在20年前，我就对这个产生了心理上的恐惧。这2种原因导致那天我的情绪有些过于激动。这个事后你们聊过吗？这个事情好像后来也没有合适的时间做一个。应该聊一下嘛，聊一下不就聊开了吗？然后还有他开车，你知道我们恋爱的时候，他放那个花季啊，什么晴晚啊，他特别会唱歌，还会吹口哨，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男人。他那个车我也特别喜欢，是7个座的商务车，枣红色的，特别美，车里干干净净的。我们就经常听歌啊，听诗啊什么，我就很享受。当然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吧，他就不让我在车里说话，他也不放音乐了，我只要一说话，他就说闭嘴。这个时段应该是早晚高峰的时候，路况比较复杂。从我的角度来看呢，影响到我开车。我有几次我就提醒他，我说尽量别跟我在车上闲聊，是这样。他也不让你吃东西。早上我们开车有的时候我就在车上吃点早餐，节省时间化妆。他是不准吃油条、豆浆都不准吃的，掉一个炸点都不行。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嘛。你看表面的时候，你要一深想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。就是为什么一个车会一尘不染，它是有要求的呀，对吧？我不觉得它是怪嘛，怨还是怨你们时间接触的太短嘛，就是你并不了解他嘛，或者你并不深入的了解。我倒觉得也没什么呀，就是他一个人40多年的习惯嘛，他就习惯了这样啊。但是我不习惯呀，我要过正常的生活呀。所以你把他这个界定为不正常是吧？对。他还怕什么呢？他怕吵。比如说我们上地铁，其实我说话声音是挺轻的，他是不让说话的，然后他会跑到另一个车厢又跟我分开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共场合，尽量的考虑别人的感受。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变了的呢？还有一次也对我很伤害。我家是烟台的，回青岛，下了地铁以后我们饿了嘛，我有点低血糖，然后我们就去快餐店里吃饭。吃饭他嫌吵，他旁边会有小孩玩嘛，但他就不行，然后就换了个安静的位置，结果也不行，他就我不吃了，我走了。他拎着行李又把我撂了，我又有一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。当时的情况呢，是我们从高铁回家，这个快餐店呢离家很近，我们落座以后啊，就来了2对家长，他们带了大概有3位小朋友，孩子很欢快嘛。然后我就挪了一个位置，之后呢，他们就在那里面呢，确实声音很大，超出了正常的玩耍的声音。那么我一想，我不能干涉人家的自由，我就跟他说，离家这么近，我说我把2个拉杆箱我先带回去，然后呢，您就餐完了之后啊，再往回走。我当时可能是考虑到我自己的情况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，心态也不喜欢浮躁。您有孩子吗？有孩子。孩子今年多大了？21岁。小时候谁带孩子呀？小时候是我带，那个时候跟孩子也能再玩到一块儿去，但是现在这个阶段，好像心里面就没有那么多耐心了。理解了。还有别的吗？再就是他的极端，你看他现在说话那么静啊，他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他是冰雪2重天的。怎么理解？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包饺子，我说你切韭菜，我调面，他一会儿出来说我切完了，我进去一看，他把一根韭菜切了3段，这咋包饺子呀？我说那个韭菜和葱是切得很碎的，他说他没切过。我说50岁的人还有没进过厨房，不会切韭菜葱的？有那个不会，确实不会。你们都是天使啊！你们都是天使啊！你们都是天使，天使在人间。我觉得当时很奇葩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切。他是这个人不让说，你知道，他又把我推出去，就和那天感冒的一样，啪，厨房门又给插上了，不让我进。但是让我就很堵，
我就感觉我这样慢慢我就郁闷，真的，这个生活弄得一地鸡毛。事实上呢，是我没有包过一次饺子，我也从网上视频当中学的。这个切的长短也确确实实是视频当中就那么教的。然后呢，我在厨房里面的时候，我想在半小时之内就把它完成。然后它几进几出，有点让我乱，我有点手足无措了，我就把它推出去了。最后呢，这个饺子包完之后啊，我记得好像是吃得很光，他还是挺满意的。我是很满意的，我谢谢你。这个其实在我看来，通通是因为那17天的过错，就完全不了解嘛。他的为人处事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怎么说，就是一根筋。怎么理解？他不变通。我是开美容院的嘛，他经常来店里，然后有的时候他就跟顾客聊，他喜欢这个人的时候，他聊得可好了，哎呀，谁都说他是真是我找到个好老公啊，怎么地的。但是他不喜欢的时候，比如说人家说他带了个项目来的，你可以说你不做哈，过一段时间再看看。他不是，他就说你这是骗人的，你赚钱了吗？你没赚钱，你就过来骗我。我不喜欢让人家产生幻想，我不能合作的事儿，我就当机立断，直接拒绝。做生意人都是你给人家活路，人给你讲，这次不合作，下次嘛，是吧？将来还有嘛？怎么就直接就一棍子打死了？我问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俩的生意有交集吗？交集不大，他这个生意他一年谈一个成了就赚钱。听明白了啊，那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买卖上利益的纠葛，对吧？对。那了解了。我好奇的问一句啊，您上来之前编导特别跟我打了招呼，说这个男的特别容易起火，但是没有那样啊。这个信息到底是谁给的呢？是你给的吗？我刚开始没结婚的时候就被他这种表面给迷惑了，和大姑娘似的。事实呢？事实的就是点火就着啊！我跟他生活在一起真的很惶恐，因为我不知道哪句话错了，他又要蹦高。是这样吗？他说的不全面，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冷静、内心平和的人。一旦对方曲解了我的出发点，我容易产生生气的这种状况，但他也不是一下爆燃。如果对方接二连三、持续的对我产生这种力量，或者是误解的传导，我的心脏就会产生加速。你们俩现在这个夫妻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啊？我们现在分居了，前段时间打得挺厉害，各过各的吧，冷静一下。我觉得不生活在一起，我觉得1个周见一次面应该是最好的，或者说1个月见一次都好。反正我现在就不想跟他过了，我是觉得我太紧张跟他在一起。那你们分居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居呢，各住各的呢，还是说他搬出去了？他搬出去了。多久了？接近1个月啊。分居之后怎么样？你觉得？挺好的。分居之后，因为我这边生活习惯是喜欢早起早睡，睡眠质量挺好的，还有这个也不怎么发脾气了。我觉得他真的适合一个人生活。那你们俩不就达成共识了吗？为什么来这儿呢？我是不想跟他过了。对啊，我听您的意思也是分居挺好嘛。分居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沉下心来，我也冷静的思考思考，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缘分也不容易，我也在想是不是自己在情感这方面还不够成熟，我也想请主持人和各位导师看看我有什么不足和漏洞。方便告诉我们第一段婚姻是为什么吗？第一段婚姻应该是跟应酬比较多，跟酒精有一些关系。后来我们俩相识之后呢，我就做了一个彻底的戒酒。戒酒多久啊？我们认识之后我就戒了。我们订婚第一条就是戒酒。你过去喝酒喝到什么程度？过去喝酒应该一天能3次4次的应酬吧。突然就全断了？突然全断了。所以我说他不是凡人吗？现在等于你想跟他离婚了是吧？是的，我太闹了。我觉得我找的是丈夫，这来祸害我的。先生的意思是不太想离是吧？我还是很珍惜的。说白了就是你会觉得他在很多的行为、生活习惯、为人处事的方式上面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吗？是的。有人说过你怪吗？还可以，我还比较合群。我这么说一句话，你也别不爱听啊。怪呢是真有点怪，但是要说你这老婆对这个男人上不上心呢，我觉得差点意思。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我们家那口子就说：“赵老师，你最近不对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不对？”说你脾气特别不好。我自己没有意识，我就回想啊，我有时候录节目的时候，过去没有，
就近一段时期是有的，就心里面突然就焦躁，这就是戒断反应嘛，对吧？就特别不舒服。当然我跟戒酒没有关系啊，我是戒烟嘛，哎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。我说这个是我为什么说这个呢？我说这个就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不喝酒之后，又没有药物戒断的辅助之下，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。那么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说一下大姐吧，我觉得您的生活特别装，而且装得特别累。就是您既想要理想当中的那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爱人，也就是他远离世俗，他有他独特的精神世界，您又想要一个现实中的男人，他要能够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，他要能够很好的融入我们的市井生活，很难的。理想和现实落差太大了。那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很装的状态，因为我认为生活就两种，一种就是我单单纯纯的过我想过的远离世俗的生活，一种就是我踏踏实实融入到市井，我就市井小市民的生活，买菜做饭天天那种油烟味儿。所以我觉得您得考虑您到底要什么。当然还有一个，刚刚赵老师说的，您不爱这个男人，肯定不爱，在不问他之前根本不知道他有一个酒精依赖。如果遇到有酒精依赖的，他的戒断反应，那一定是要去医院看的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他刚刚说小的时候妈妈强行灌他药的事情，爸爸因为油桶摔地然后自己骨折的事情，我们至少叫做童年的创伤。无论是心理创伤还是生理创伤，他有创伤。创伤如果从心理咨询的角度，那是需要疗愈的。如果他告诉给您过1年时间您都没带他去找过心理老师，如果您都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能够聊到一起，那我就只能想这1年你聊的给他讲的是你要融入我的生活，你要知道我的生活是这个样子，你要完全配合我，这变成了配合而不是真的爱情。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，放下伪装，一切才能顺意。就特别好的验证了一句话，再次验证啊，所有的完美都是假象。你们在一起结婚的这半年，你所谓的幸福，其实那都是虚幻，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。就你说什么让他改变去等人的这个习惯，他先走了就是把您抛下了，您怎么没想过去迎合他的脚步呢？因为你做不到。是做不到，做不到，那凭什么要让他做到呢？他做不到就是抛下您了，哪来的这样的道理啊？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内心都极其敏感和脆弱。我说的再严重一点，我就觉得不只是装，就特别没必要。这边是一有什么，哎呀，我觉得他把我抛下了；那边是，哎呀，我不行，我童年有阴影。就是我们可以有童年的阴影，我们可以有曾经的创伤，但是我们不能拿曾经的创伤拿出来再一次去伤害别人，然后还把童年的创伤理所应当的当成一个伤害别人的借口和理由。我觉得这样的做就是极其的自私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伤，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有过感觉自己是被欺负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创伤拿出来说，我把它当成伤害别人的借口和理由。不是您一个人婚姻失败，很多的人都婚姻失败，很多的人都是被抛弃的，但是不能拿着这个被抛弃当成自己的一个武器，以后一什么就你看我又被抛弃了，然后自私到底。我觉得这是不对的，其他的没有任何问题。你们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一个人喜欢市井的，一个人喜欢独居的，那你们就分开好了，就没必要再继续纠缠了。唯一2个人身上，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各自清醒地看一下自己身上的问题。已经到这个年纪了，没必要再去弄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实实在在的，才能获得人生的幸福。谢谢。我感觉姐姐还有一颗少女心。是的，一直就想去实现，但是通常童话故事是很美的，但现实是很骨感的。你不能只看到一个王子有着非常优雅的外在，而不能去解决他内心的恐慌。他内心是很焦躁的，
他可能在通过和你去一起读书啊，然后一起去交流那17天里头，他也找到一种抚慰，他也以为是找到了真正的那个公主。两个人夫妻在一起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做什么？也就是为什么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。除了我们一起实现我们曾经自己那个梦以外，还需要互相去能弥补，去救赎对方的曾经的创伤，以及心里最脆弱的那个点。你们有没有相互把自己最脆弱的点呈现给对方看？大哥肯定是没有，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让他觉得啊，我愿意把这个点抛出来给你，没有。你只是盯着他的那个才华，盯着他的外貌，却没有想到他为什么要那么早就到那儿呢？为什么因为高峰期他就要不让你说话呢？因为他焦虑啊，他在做一件事情没有把握的时候，他很焦虑。当他提前2-3个小时到了那个场所时，他会觉得安全，是这样吗？当他说你不要说话的时候，他是一门心思想怎么才能提前到那个地点，他没有这个心思啊。可你的心在哪儿？你的心在关注着说，哎，我的付出，我的对你的期望，你怎么不会回应呢？他非常敏感，他在乎身边很多人对他的看法，甚至是所有的人，他一定要把自己摆在那里的。刚才周晓鹏老师说你装，其实你也装。对，17天可以，170天可能就不行了。你们没有真正意识到说，夫妻在一起是一起编织一个梦吗？还是我们一起在疗愈对方，一起在过得踏踏实实舒服？就2个字，舒服。你和他在一起舒服吗？我们在婚姻或者爱情当中，我们不能仅仅是索取，不仅仅是需要，更多的是什么？关注对方的感受。他怪吗？你看起来怪，我觉得就是有特点而已。我们家燕子也怪啊，吃水果必须得吃，而且吃到极致。我不能说我这接受不了，然后我就走，我就跟他闹。没有。如果你们2个人想继续在一起，请你关注到他最需要你的地方，好吗？谢谢。你的问题有些我们需要外力去帮助我们，但有些事情还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。甭管是心理医生还是情感导师，我们只能做到4个字：助人自助。最终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帮助自己。一个人去舔舐伤口，一个人去沉浸在某种感觉里，不如让一个信任的爱人进来一起分担、交流、共情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就你们2个人的婚姻啊，就快冻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们2个人特别冷漠，你是优雅的冷漠，看着很优雅，内心是一片冰凉。你是冷漠的摧毁自己和摧毁别人。我知道你内心很难受，有很多不舒服的痛苦的地方，但你的冷漠非常严苛的在执行一整套你明知道会摧毁人的东西。你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你太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他想要被照顾，他想要情绪上被呵护，你本来能做到的，不想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内心很痛苦。你也是，你内心痛苦吗？是。那你能看到别人的痛苦吗？你看不到。看不到，我烦。你看不到。所以啊，你们是2个冷漠的活在自己的一个玻璃罩子里面的人。婚姻到底是什么？婚姻肯定是因为对方的美好，所以要跟他在一起。打比方说，今天村子里面有一个女孩说，我要找一个我们村最会干活的男人。她找到了，全村最强壮的一个男生跟她结婚了。她觉得我好幸福啊。结果过了2年，嘎吱一下，那个男的瘫痪了，干不了活了，下不了地了。这个时候那个姑娘怎么办？你觉得她怎么办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这是婚姻的命题。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对你来说是什么？婚姻对你来说是找到一个能够照顾你的人。那么今天这个人如果不能照顾你，这个婚姻还存不存在呢？对普通人来说不是这样的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婚姻是什么？婚姻是
我们共担风险嘛，我们因为情感走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共担风险嘛。所以有一天，如果你是真的瘫痪了、残废了，没事，有我呢。这是我们普通人的婚姻，但在你们两个人身上我都看不到。所以你们这个婚姻是有问题的。你们的婚姻你知道像什么？我想到了刘慈欣的黑暗森林理论。你们就像是黑暗森林里面两个各自拿着猎枪的人。黑暗森林里面任何一个活着人都有可能对你们产生攻击，所以当你们发现活物的时候，你们要去攻击它。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说我累了，然后看到另一个人说要不试试吧，和他在一起吧。但是你们内心还是在自我保护，还是在警惕对方，牢牢地警惕着这些东西，看不到对方内心的痛苦，或者说你其实能看到，但你已经不在乎了，因为你连自己都不在乎。不就是这样？你呢？因为太在乎自己，所以看不到别人。你真的了解过他身上的伤痕吗？你真的了解过他的内心吗？我没有要挽救你们婚姻的意思，我今天撕开这一层东西，就是让你们看到自己有多冷漠。你要自我摧毁可以，不要去摧毁别人。你要爱自己可以，但是也要看到别人痛苦。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，那么你们两个人根本没有资格拥有一段婚姻，也根本没有资格让别人来爱你。就这样。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其实都适合找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人啊？您特别适合找一个主内的男人，他什么事儿都愿意听您的，以您为主轴转着，不需要什么文化，就是特别关心、特别体贴您。您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您也特别适合找一个完全听您和依附于您的女人。所以其实对挽救你们的婚姻，我看我们都挺绝望的，除非有一点，就是你们真的认为我们俩愿意放下过去，踏踏实实的在一起过日子。来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让我们进入到真情60秒。刚才也认真的听了一下几位导师的给我们的指点，自己在感情的路上确实跌跌撞撞，对自己也不够好，对家庭这份爱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去提升，对婚姻情感的这种修为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多下点功夫，弥补自己在情感道路上的不足，争取给对方一个非常好的呈现。爱也爱的自由，痛也痛的自由，我宁愿一个人天长地久。您就不能直接说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直接说多好。你说我还是舍不得你，我还想跟你过，我要改，你给我机会。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回。请官们，来吧，听听预测吧。曲总先来。单出双出，单不出双不出来，这边出。好，就是男生有可能再努力一下，女生会放弃。我觉得大哥像蜜蜂啊，他不管这片花开不开，始终还在这片花海里面转悠。大姐像蝴蝶，奔着别的花就去了啊，所以我也是他出他不出。我觉得大姐有可能出来。就是双出是吧？对，就刚才川儿哥解读完他的那个话以后，大姐脸上露出了会心一笑，我心就慌了。我觉得大姐应该不出来，她想的太明白了，她不愿意去陪伴一个男人成长，那这个爱情就必须得分开。好，哎呀，17天挺浪漫的，半年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。那这一份情到底在这段关系当中占多大的分量和比重？咱们来看结局，请开门。其实都放手才叫爱嘛，既然不爱了，何必牵着嘛？啊，好结局。